镜是古代贵族放在庙堂之上，用来验香宾客或祭祀天地祖先的。它最早出现在西周，消失于战国。今天我们讲的是春秋云纹铜镜。那么它的形状是什么样的？它是用来做什么的？它的历史价值是什么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速卖品文物，我是丹从。今天我们来聊聊春秋云纹铜镜。春秋云纹铜镜镜长103厘米，通长124厘米，镜宽47.3厘米，通宽68.3厘米，镜高14.5厘米，通高29.5厘米，重达95.5公斤，呈长方形。12条龙形副兽昂首鼓腹翘尾，头顶的冠饰与两旁的角饰都是浮雕透孔云纹，兽尾插着尾花。兽首面对镜面，张嘴吐舌，舌头翻卷置于镜面上边，其状像是眼睛在盯着镜上的美酒，垂眼欲滴。镜底有12个龙形兽支撑着兽身，挺胸凹腰。云纹铜镜由镜体、12条龙形副兽、12条龙形坐兽3部分组成。镜体由镜面及四周侧壁组成，壁厚不足5厘米，中空。在铜镜不足5厘米的厚度中有5层结构，第5层由特粗直铜梗组成口字形，第4层细铜梗，端附着在第5层口字形铜梗上，挺身后弯曲向上或者向上，分叉后支撑第3层铜梗，第3层铜梗为较细直梗，第2层立于第3层铜梗上，是逐渐变得更细的小圆立柱或者下面分叉的人字形立柱。这4层铜梗穿插连接，形成一个个长方形的框架，支撑着云纹图案，起到稳定及承重作用。第1层亦是最外边一层，是云纹，大多由 C 形纹、变形人字纹和 X 形纹组成，它们互相交错但不交叉，形成透雕的云纹平面。镜面中间有一块长方形平面铜板组成，在铜板的背面有一根起加强作用的横梁。底座四周及镜下端承托铜镜的12个坐兽的臀部上方有12个交口，交口处留有残柱。在镜侧底边每2个坐兽的中间点有12个帽口痕迹。镜的四周攀附着12条龙形怪兽，前后各4个，左右两侧各2个。副兽与镜体是卯缩组合，镜体上有12个缩头，12个副手的肚子上各有1个卯。足兽也是如此，镜底部有12个突出的柱状，足兽腰部有1个孔，可以穿插进去。这种错落有致的设计、奇巧的造型、精湛的铸造工艺，使整件器物霸气十足，产生了神秘而鲜明的艺术效果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它的发现是很偶然的事情。南阳西川下寺春秋楚墓，南阳西川县位于河南省的西南部，西接陕西、南临湖北，北面和东边连接伏牛山脉，丹江溪水贯穿全境。丹江与溪水交汇的川地及丹江下游的川阳，地势平坦，土地肥沃，是这一地区古人类主要生活聚集地。下寺位于西川县城南50公里丹江西岸的龙山脚下，东距丹江西岸6公里。此处是一座香火旺盛的佛教寺院，与西北方向的上寺遥相呼应。可惜自丹江水库建成蓄水后，下寺及龙山大部被水淹没。1977年秋，库区水位下降，在原下寺北约1公里处的龙山南端有一座古代墓葬里的青铜器、玉器等露出水面，引起了当地文物管理部门的重视。1978年3月，西川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专业人员对该区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，重点地区经考古钻研，发现了24座古代墓葬。遂将这一新情况上报南阳地区文化局和河南省文化局。河南省文化局会同南阳地区文化局抽调省市县3级文物部门多名工作人员，组成了丹江库区文物考古发掘队，
自1979年3月至4月30日，对西川下4墓地开展了科学发掘，共计清理出大中型墓5座、小型墓15座、吃马坑5处等，出土珍贵文物1000余件。尽管最动人心魄的发现是云纹铜镜，但遗憾多多。铜镜彻底修复后留下一些残件，残件显然不是铜镜的，却与1号墓葬的2尊龙耳方壶的构件极为相像，只是大一点。更使人惊叹不已的是，铜镜采用了先进的湿蜡熔模铸造工艺。湿蜡法是我国古代发明的3大铸造方法之一，它是利用蜡的可溶性铸造结构复杂并且不易分形的部件的铸造方法。云纹铜镜整体用湿蜡法铸就。文献所见，中国最早用湿蜡法工艺的时间在唐代初年。据《唐会要》记载，高祖武德年间铸造开元通宝用的就是湿蜡法。因湿蜡法文献所见较晚，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湿蜡法工艺源自印度。云纹铜镜是楚康王在位时的令尹，相当于宰相子庚丰富随葬品中的杰作之一。铸造年代不晚于公元前552年。云纹铜镜的出土将中国湿蜡法铸造工艺的历史向前推进1100年。铜镜修复后没在河南博物院展览，甚至绝大多数博物院工作人员还没看到就被运到美国去展出。铜镜轰动美国，但接着也遇到很大的麻烦。任长忠说，回到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就不想让他重返河南了，他们说湿蜡法工艺国家博物馆必须展示。在中国历史上，禹可能是最早提出禁酒的帝王。相传帝女令夷狄作酒而美，禁之禹，禹饮而甘之，遂书夷狄而绝止酒，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。夏商2代末君都因沉湎于酒而国破家亡。周鉴于此，发布了中国最早的禁酒令《酒告》，其中规定王公诸侯不准非礼饮酒，只有祭祀时方能饮酒，民众拒饮，解押京城，处以死刑；不照禁令行事执法者，同样治以死罪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王公诸侯虽在祭祀时可以饮酒，甚至违法饮酒，但惩治酒器的案具却烙下了中国第一个禁酒时代的印痕，名曰酒禁。大家对云纹铜镜的故事还有什么别的看法？欢迎给我们留言讨论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还有更多精彩故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聊。最后别忘了点赞分享哦。单从在这里，谢谢各位看官了。